联合国的投票呢，120个国家同意，14个国家反对。美国现实主义是不吃眼前亏，既然去反对人道的停战提议，他已经把自己的实用的背后还是丑陋的这一面放在台面上了啊。现在美国整体衰落趋势变成他救急的这个状态，它的漏洞就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现实主义过头了以后啊，反而伤害到自己。相对之下，我们看这个中国的实用主义，中国人毫无疑问呢具有理想，但是也是一个实用的民族。那这个实用会带来一种好处，就世界是在朝着中国的长远目标有利的方向在走。南海行为准则的出现，它有一个历史的背景。这个历史的背景就是说，中国长期的钱大家赚，政治文化的跟美国的政治文化格格不入的。对，就天平这个时候开始慢慢转过来了。但是呢，我们回到中国这一面，中国在现代的国际政治当中表现是笨拙的，但是它是为了保障更大范围内的安定。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户外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黎修。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我们的专家讲堂啊。最近呢，我们聊了好多这个国际局势，不管是以巴、俄乌，或者世界的新秩序元年等等的。但是呢，这当中啊有一个问题，大家会一直反复的在提问。尤其最近我在浏览啊，这过去几年啊中美之争期间所写出来的文章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状态啊，就是美国的思维逻辑跟中国的思维逻辑落差是如此之大。事实上呢，已经不能用体系之争啊，或者是用单纯的阵营这样的角度来看啊。我今天更想要来了解的是，在这么多国际事件的背后，为什么中国会做这样的决定，而美国做这样的决定？而这样的决定呢，在中美之争启动的从2018年到现在的5年之后的今天呢，似乎呢产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落差，跟当初两阵营所要达到的目的似乎有一个不一样。当然，这都只是一个我们在观察这个事情当中一个脉络的一个中间点的一个结论，因为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啊。那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哈。那背后呢，当然我们要从实际的案例来检视，例如说现在以巴之争打得非常的惨烈啊，巴勒斯坦一下子破万死，以色列有1000余多人死亡，而且也看到以军进军到加萨之后，伤亡也是不断在叠加，尤其是针对以色列军人的部分。那我们也看到了好多个新秩序正在不断的变化啊，比如说中国在和谈的角色中扮演的是什么样？那还有呢，比如说最近南海行为准则的第3读，看起来很有机会在今年底，或者是早在明年上半年的时候就彻底的来完成，又是一个新的和平秩序的完成。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像是一些模仿中国建构的这种和平秩序的一个区域性的合作也出现了。例如说我们上一次跟刘碧荣老师一起谈的ASEAN，所以亚细安或者我们叫东协东盟啊，跟海湾国家史无前例第一次的峰会，而且既然叫 First Summit， 那就有之后的咯。这个新的秩序，他们也标榜啊，就是一个合作的秩序。所以这些凡此种种的背后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在驱动这些事情呢？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我们可以来观察，我最近反复提到了联合国大会，美国竟然只剩下14票，好。这也大概是史无前例了，不可思议，以极高的票数哦来压垮美国，是美国的10倍以上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秩序导致了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局面？当然我们都知道哈，在台湾要认真谈这个问题，常有人说：“哎呀，你是不是在唱红颜美了？”关于这种议题呢，好，非常的复杂，也很难以处理，但是一定要有历史的素养啊。讲到我们的历史，让我们非常振奋的老师谁呢？我们来欢迎好久没来的吴清扬老师。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久不见。对，因为最近老师也忙啊，我们也忙啊，是。那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来跟学长好好请教一下。我们先就直接从现实案例切入，我们再来讨论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思维问题啊，否则大家会看不懂。第一个呢，我觉得这张图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截起来给大家分享。拜登去见了纳坦雅胡，纳坦雅胡看到一把像看到老爸爸一样，一把就抱上去了哈。我觉得很有意思是，拜登还拿着眼镜还把它摘下来哈。那拜登呢是一点看到他有一种好像浪子回头的感觉啊。那我们也知道，纳坦雅胡因为极右嘛，跟民主党的总统拜登啊是很不合的，所以当然也有像是我们国内很有名的评论员啊，像是郭正亮亮哥啊，他就说这叫小祖宗啦，哈，反正不管你要叫他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跟以色列这种高度绑定的一个状况。然后这张图真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啊。那我想以巴战争大家已经都很熟悉的内容了，我们先就这个图像哈，我们讲历史常讲图像嘛，对吧，学长？是，你解读一下，光看到这个图像，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想其实这里我们之前讲过关于肢体语言，我可以看到这种肢体语言的这种亲近程度，它是自己人、自家人的这种感觉。我们讲这两个具体的个人，其实他们都还不能够代表以巴之间最高层的一个深度的关系，但是它代表正好是两个执行者的关系。就是我家里面，我这个是两个管家，为了他们的利益的高度重叠，他们的接触。那我们也看到以色列的国旗跟美国的国旗它是并列的，但是呢，其实，在我们到美国内部去当然看到最多的是美国国旗，可是你会发现以色列的国旗出现的场合往往很重要，就是美国的关键的机构里面，包括在华尔街包括在政治的核心，包括在重要的教育研究中心里面，我们看到大卫芒星的这个旗帜那是一定会出现在那个场合这个其实代表的是美以之间关系里面的一个内在的深层的核心连结。那这个连结当中，甚至于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面左右了美国的国际政治乃至于国内政治的一个方向。这种呢，那有人把他们称作是一种父子关系就是说是在这里面以色列是爸爸，或者说确切的讲是犹太人金融资本是爸爸那美国反而是儿子。但是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它是美国支持下面的又晚一辈所以它这个结构实际上是交错了这样3个层次在里面。有人说叫共轭父子，是，所以他是老祖宗，他是小祖宗，这很复杂只是很好玩了拜登政府正好是犹太人最多的一届内阁是，虽然他自己是爱尔兰人这也呈现了美国这个纷杂的关系当然，我们讲以巴是非常复杂的那这段历史我们已经聊过不少了，那我们今天就不再赘述了。不过大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百年纷争的争议啦。其实你可以看得到一股战争史了更惨烈的其实是实况我们刚刚看那些都是地图，哇，打到这种程度学长。完全摧毁。其实加萨在打仗之前，虽然不正称上是一个很美的城市，但我觉得这里也不算太差，可是几乎是毁灭。不过这也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在现代的钢筋水泥，虽然炮弹飞弹是越来越强烈，但不管它怎么炸你还真的没办法把这个地方从地表上消失是炸到这个满目疮痍的结果。那就有媒体在报道，这是香港媒体01就以色列对加沙代开杀戒也让美国彻底失去了中东因为无差别的杀戮平民攻占加沙会把仇恨拉满美国不可能再用很少的兵力控制中东的安全主导权，而且美国随时会担心中东的反以军事组织还有国家会对以色列展开报复，所以随时得面临自己在中东的基地跟舰队会不断被袭扰，兵力少了，美国在中东的驻军也会没安全感，以色列本土包括美国在中东那些驻军在中东麻烦不会减少，压力也不会变小，所以就有人说，那这样子是不是美国在中东无法赢了？美国的输就是以色列的输，美国失去霸权，以色列在中东的生存可能出现问题。所以俄乌爆发以来，有多少人说美国是最大赢家？现在看看，美国赢得了短期和局部的利益，不能弥补他那种长期和全部的损失美国在中东的损失不会比俄乌冲突损失小，而这种损失，美国日益衰退的实力面前是不可逆的。其实这就很充分显示我们一开始破题所讲的思维问题希望你怎么看？我想这样子，我们还是回到历史，就是说，美国在一开始在以色列这个议题上，它是毫无疑问站在以色列那边的。但是呢，在世界上还有一些人觉得美国可以作为一个仲裁者，就是他的立场不是完全丧失公正的。原因在于我们在今天如果是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反帝反殖这个立场上面，那么以色列跟美国的正当性当然是不足的可是以色列建国的正当性我们今天也有很多人批评，但是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不是完全没有正当性的。因为以色列建国的废墟是原来是在奥图曼帝国的架构下面，这个架构下面是没有民族国家的，而这个阿拉伯世界、中东的伊斯兰世界的这个民族国家的兴起，跟英国人的推动有很大的关系，包括以色列的犹太的复国这件事情。而这个时候呢，所谓巴勒斯坦的民族国家还没有出现，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建国不能说现在讲一开始就去侵占别人的土地，这个好像不是100%对的这种说法。可是呢，当以色列建国之后，他就把西欧那一套从民族国家
到资本主义帝国扩张的模式拿过来了。也就是说，他在几次中东战争当中，他所呈现的是一种对于周边的新兴国家的一种碾压啊。这种碾压在面对最弱势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时候，它就变成一种结构性的压迫。对，不管巴勒斯坦的人是不是变成了以色列公民，他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都是受到全面的歧视跟压迫的。那这种压迫里面，甚至于我们想最严重的看到这种场景，就是说，在以色列的这些统治阶层看来，他们是所谓的人形动物，我不需要在意他生命的价值，因为他们跟正常人的这种完整的生命价值并不相等啊。那这种看法其实是整个旧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的过程当中，他们看待当时的亚洲、非洲跟美洲人民的这种态度的一种重现。所以在这里就是说，以色列所做的这件事情，它的一个正当性在它的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就逐渐的丧失了那逐渐丧失之后，美国今天站在这种完全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上面，它使得他自己在中东原来还享有一定程度的仲裁者的角色开始丧失了。因为原来他可以担任仲裁者是他的非常重要的盟友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借由跟美国看起来虽然比较偏以色列，但是还多少要做出形式上的中立的这种立场之间它有一种调和的空间，所以美国在里面可以扮演一个角色。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这里面有什叶派跟逊尼派之争那这个之争当中，什叶派正好跟美国翻了脸，那美国在这种操作空间又变得比较大了。但是美国这次的做法呢，使得他自己丧失了这样一个仲裁者的地位，他在中东的角色变成一个很单纯的以色列支持者，就这个标签一贴上去很难撕下来了在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人道危机面前，美国的表现呢，他已经是把他的面具拿掉，呈现了他真正的内心的想法，他的底色在这种情况下，实质上他是让自己在中东的这种势力范围跟它的运作空间都缩小了。那么不管最后战争的结果如何美国在这里其实都是输了一局。是什么样的思维让他做出这样的抉择？因为我们看中东地图就好了，你为了那么一个小小的以色列，你把全部周围的回教国家战略都丢了，我觉得用我们华人的逻辑不是很能理解美国就是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这个逻辑是我们刚才提的现实主义逻辑嘛？是，我想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美国变成他必须要去救急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下，它有深层的所谓救穷，它就先放到一边去了所谓救急的问题在于它整体衰落趋势它是在缓慢进行当中，它的漏洞就越来越多，那么它必须要去拆东墙补西墙。那这种情况其实背后呈现的是美国在战略上面的退却实际上是说美国的整体国力在衰落，造成它在国际关系的运作当中，它被迫的采取这种只能救急的一种手段。那这样子去做，它就其实变成恶性循环。这是一个我想浅表层次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其实它是在深层的政治思维、政治文化上面，也就是说，美国版的现实主义里面，其实它有那方面思维的问题。好，到底是哪方面思维的问题？我们把故事看完，大家就会慢慢了解了。那这个问题其实不只呈现在中东的现实上面，直接呈现在了当时美国一起联合创立的联合国上面了。联合国的投票呢，我们已经提了好几次，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是2023年10月27号的投票，120个国家同意，14个国家反对，45个国家弃权那谁来做反对呢？Austria 捷克、克罗埃西亚、瓜地马拉、Hungary 这些以色列，哎呀，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以色列来否决那有没有？最旁边那边 United States， 那其他都是一些小小的国家，这些其实是美国的小伙伴，这14个国家可以数出来，一般我不会一个一个点名，但是这个太好点名了，因为就没几国这个是联大以它人道休战决议美国在内14国投反对，凸显地缘态势。其实这是我们台湾的中央社了不敢再写下去了再写下去爸爸要生气了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事情是立刻和持续的人道主义休战，其实不只是立刻，而是要持续，这一点很重要，从而促成停止敌对行为，立即提供水、食物、药、电、燃料，因为以色列全部都中断了嘛。那
那建立联合国跟人道机构的无障碍通道，同时谴责所有针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平民的暴行哦，一起谴责，非常公正啊。是。结果呢，120国赞成哦，14国反对，45国弃权哦。那我们刚才已经点名过这些支持的，最好玩的是公然支持的，当然是加拿大、英国、德国、意大利公开支持以色列的盟国弃权。是。加拿大、英国，这已经是五眼里面最铁的眼。那德国、意大利呢？大家也知道他们有的纳粹法西斯的问题啊。然后法国跟西班牙更扯，都直接跳过对面投赞成票。而且西班牙还督促欧洲领袖别让我们成为种族灭绝的帮凶啊。那阿拉伯国家当然是全部都赞，因为这一次的投票是由约旦来发起的。伊拉克跟突尼西亚弃权，那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伊拉克是美国的附庸国嘛，大部分的南美国家也投下赞成票，后院也失守了。哥伦比亚扬言断交，最屌的是，其实已经有人断交，玻利维亚直接断交了。那巴拉圭是唯一反对票挺乙的南美国家，那亚洲国家也一致投赞成票，只有印度是投弃权。所以，学长，现在问题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了现实主义到底 bug 在哪里，我们等一下来解。但是直接呈现的结果是很悲催的。这张图，我觉得是美国在联合国历史最黑暗的一天啊！是。很明显，就是说，美国其实它突破了一个原来它要去守的一个形象的底线。形象底线就是所谓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在巴勒斯坦平民，尤其是加沙的儿童被屠杀的一个状况下，美国人居然去反对人道的停战这样的一个提议哈。我想这个是让美国人去把自己的所谓实用的背后还是丑陋的这一面放在台面上了哈。那么这样子就是说，美国原来所营造的一个道德的形象啊。包括美国在透过媒体话语，乃至于好莱坞所营造的一个美好的这种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形象，其实开始崩解了啊。那么这种情形，我想是崩解的开端啊。这个开端就是说，我们不是看到说亚非拉的国家的一种变化，主要是看到欧洲的变化，就是说欧洲连美国的重要盟友他都不得不去采用弃权的这种办法。不然的话，他们这些国家的内部也有政治的压力，他们可能是没法承受内部的政治压力了。也就是说，这种政治压力其实是来自于一个国际政治结构的转变，它这个结构已经开始朝向准备接受美国衰落的这一个转变来倾斜的那个转折点上，就天平这个时候开始慢慢要转过来了。学长，你刚才就很有启发性因为过去我们一直说美国接受衰弱嘛，像我的美国的好朋友 Russ， 他就说50年那句话我印象深刻到现在，可以了解到美国人不接受，可是世界在接受了，就连他自己的亲密盟友，各个欧洲国家，现在有谁不刚刚就瞄到一眼，比利时你也混在这里啊，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说这变化的快到美国人自己都搞不清楚状况了。但我觉得这个当然跟他们思维是有关系。当然有输家，就会有人认为说，那是不是有赢家当然，港媒就提了一个问题说，那中国是加沙冲突的赢家吗？那我们知道，随着战争越来越紧绷那经济学人呢就写了一个斗大的标题说 Only America can save Israel and Gaza from greater catastrophe。他就说，只有美国才能避免更大加难那小标题是什么呢？伊朗、俄国、中国是这场最大灾难的受益者我觉得这种反讽式的，我都不知道这个是现实的反讽还是卓别林在世就是非常的搞笑，这蛮可悲。当然，这其实就跟俄乌一样啦，鲜血来换世界变化。而基本上来讲西方主流媒体齿轮在加沙冲突的基本立场就是这个样子。中国又赢了那我们之前做了一期跟王立本老师就是说135崩溃246称霸学长你怎么看？就是说中国真的是最大赢家，这是西方很明显的论调我觉得，假如说我们从客观的局势来看，就是中国其实也一直面临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的一个压力。那么现在中东爆发的这一个冲突，会让中国在客观上的压力有所降低，就是说美国的焦点有所转移。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中国好像算是赢家至少是表面上面或者短期之内的赢家。但是呢，我们回到中国这一面，就是说，我们看在中国在现代的国际政治当中，其中包括在最近100多年来的国际政治当中，中国是不太会玩国际政治，它在国际政治里面的表现是笨拙的那么甚至于相较于现在已经衰落的俄罗斯来说，他们是玩这个大国游戏，非常得心应手的。那么中国呢，也许在传统的世界它是一个大国，但是在现代的国际秩序建立之后它不习惯于去玩大国游戏，所以在冲突爆发之后
中国并没有去利用这个局势，就是说他都习惯去利用这个局势呢，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还不够算是赢家。但是我们如果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件冲突昭示的是，世界是在朝着中国的长远目标有利的方向在走。从这个长远的角度来说，他可能是赢家。不过我要讲一句，中国是不是现在就去操作了这个加沙议题，让自己变成一个现在的立即的或者是马上扩大效应的这样一个赢家，是不是有利？我觉得长远来说并不有利我觉得中国的这样一种以静制动的做法，其实反而是对的，因为就是自己一贯的做法，这样子去玩自己陌生的政治手段，这不是中国擅长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没错也蛮好的。那刚才其实学长点到一个很关键，像俄国真的是非常懂，尤其苏联时期，哇，他是靠着外交这个攻城略地，但可获得很多。可是我觉得那个脉络是对的中国有一句老话嘛，怎么得就怎么失嘛，是对吧？你现在想求短平快，那你可能输的就是短平快。但你现在踩得很激烈，很辛苦，这样子死命撑着，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当然很难说，因为世界还是会在变化。不过是不是最大赢家？我同意学长的说法那绝对不是什么最大赢家，其实甚至短期内也是输家。为什么？因为世界经济不好，一个外贸占它经济很重要的国家，其实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对，油价上涨就不得了。对，是。不过世界局势的变化，我们刚才讲到了，有一些美国的小伙伴偷偷下车那以前是外围小伙伴偷偷下，现在连英国都想下车。那英国下车，那澳洲不仅想下车，还想上另外一台车是，这是最近非常有趣的画面，睽违了好多年中澳领袖再一次的见面了这个是 Albanese 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澳洲总理两个人见面呢非常融洽中澳和解的启发这是香港01的讲法说国家是时间河流上的行程，外交不可意气用事为什么呢？因为11月4号到7号呢，澳洲总理Albanese 到了中国进行访问，这是继去年阿尔巴尼斯上来以来首次访问中国，也是2016年以来澳洲总理首次访华。哇，一晃眼悠悠已过7年我的天预示中澳关系要即将来正常化。过去7年，当然因为保守派自由党的高莫里森莫里森在执政那当时他是完全紧跟川普，然后川普之后又对着拜登对于中国是非常强硬的，然后也打贸易战比如说禁止华为5G 然后呢又跟中国关系很然后又参加很多军演包括我们之前提过的所谓的五眼四方这些东西美日英澳嘛，那这个是跌入谷底。那中国也对澳洲采取了一系列非常强硬的一个反击的措施交恶到目前真的逐步的友善那我有去看了一下那个活动，因为最近中国在办进口博览会嘛，Albanese还特别跑去进博，他干嘛呢？他就拿那个龙虾，这我们澳洲的，很开心然后旁边大家笑得合不拢嘴，这很有意思但是与此同时呢，《纽约时报》就不快乐了《纽约时报》说中澳关系何以走向有限度和解这个标题看似轻描淡写，其实讲白就是中澳关系你只能有限度。他怎么说呢？他讲说两国不信任的道路进行一段时间之后，稳定的经济和外交迈向一小步，中国的胁迫性关税正在消失，澳洲的对华言论已经软化，但是焦虑和安全依然存在然后他这边就用了雪梨大学的历史专家柯兰说，两国的这段历史总会有紧张的回顾，这段历史不会被轻易抹去，因为一组完全不同的假设和担忧已随之而来。所以呢，看似小晴天，实则准备要下大雨。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叙事我们常常讲叙事，这个美国3大霸权嘛，美元、美军，还有一个是美育，美国的语文霸权。过去如果是这样，我们大概会相信第二个叙事但是这张图里面还是呈现出一些友好的气氛。需要你怎么看这个中澳走向和解？是不是它也还是代表我们刚才在讨论的？其实美国的困境跟瓶颈，还有它过去炒短线的一个讲白了副作用开始在付了所以澳洲也跑过来了。是，如果我们回到7年前其实7年前澳洲人他的行动属于比较短视的，因为当时应该是美国人答应他说，你在中国这边所遭受的一切损失我都给你，我还会给你更多包括还有军事上他跟法国的合作，这个前舰阿库斯那么他说你不要找法国，找我的会比他更好，我给你核子的前舰，你得到的一定比你失去的多。结果过了这7年呢，事实上美国人是比较食言的那就是说澳洲前舰一条没看到，是，澳洲在跟中国经贸上所受到的损失，美国人没办法补偿的，所以澳洲它必须要回到现实。那现实就是发生一个大的转变，这是我们讲中国如果是
有实用主义的话，它的实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奏效了。就是说，澳洲人会看到在现实利益当中，他没有办法摆脱中国。我想他在情感上面，他还是想跟吴衍在一起，但是现实让他没办法这样做了。也就是说，澳洲国内政局的变迁，其实它也呈现了这样一个趋势，因为它国内受不了跟中国完全切断关系以后的结果。这个结果其实超出他的承受能力了。我们不要以为说澳洲它是一个所得非常高的国家，它的这个生活的状况其实比美国好，那个普通人。但是其实他每天都要过生活，你要每天过生活了之后，我忽然过得不太好了，我不太有前景了，这个国内的压力就会变大。那这一切背后其实它同样呈现了我们刚刚讲到，美国就是捉襟见肘了，他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他现在要去补那个西墙的时候，东墙这边也受不了，所以我想这是美国这边现在出现漏洞的一个结果，而这个漏洞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依然是一种短视，刚好是美国跟澳洲都各自短视，是进入现实主义的陷里面。我现在立刻马上得到利益，结果利益没有捞到，反而捞了一个空军。是。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有一些更加长远的。我们刚才都讲美国，我们来讲讲中国好了哈。南海争议我们知道非常复杂啊。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学长也跟好多老师都聊过哈，大家也可以去回顾一下，非常复杂。我们也跟王立本老师做了蛮深度的讨论哦，那一集大家也可以再回顾。但是重点呢，美国一直讲自由航行权，自由航行权，然后鼓动菲律宾跟中国来搞事，结果最近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蛮惊讶，而且这是新加坡媒体早报发出来的。中国和亚细安这个新加坡媒体称呼这个东协阿线的一个专门的用法正式启动南中国海，就是南海行为准则的3读那中国和阿线的国家呢，在会上正式宣布来启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3读那同意加速进行磋商早日达成有效、富有实质内涵、符合国际法则的准则，将南中国海建设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美国一直说中国在南海的工作就是都不符合国际法这边要跟大家讲，南海就是 South China Sea 所以就是南中国海他们的翻译的不同那我们知道 ASEAN 的成员呢，跟中国在2018年就开始展开所谓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到了19年1读接下来呢7月的时候2读那现在来加快所谓的3读，非常有意思南海行为准则吵了好久了，可是在美国陷入俄乌问题，又陷入了以巴冲突之后，那边打得烽火底朝天那前阵子我们也聊过说，人家这边一带一路在开和平盛大的会议，其实落实下来就出现在这边了吧？这是一个连带的联动，当然这是2个不同的系统，但是它是一个联动的关系所以中国的这种实用主义，虽然前面吃得很苦被美国各种搞嘛，但像我们可不可以讲说，这就是逻辑思维差异所产生的不同的结果？是，我想南海行为准则的出现跟它现在进入3读它其实是整个南海周边国家的一个判断的结果。他们这个判断是美国人希望推动在南海发生冲突，这样子呢，这个冲突之后就是说，它可以借由这个冲突去压缩中国在南海的影响力，那么让中国实质上它对南海这个航道的这种安全的保护它变得比较无效，这样子就是美国可以继续延续它对于从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之后整个石油通路的这种控制。这个控制之下呢，也就是说它可以控制中国的生命线，它可以由此来要挟中国。那么事实上在这种情形下，它也去许诺南海周边的国家都给他们一些好处。但是同样的，跟刚刚我们讲到的澳洲的反应一样，就是南海周边的国家在评估之后发现美国能够真正给他们的东西是有限的他们又不得不在整个中国跟东协国家的政治关系，尤其是经济贸易关系的这个架构里面跟中国的合作。假如说不合作，他们事实上现在是碰到经济的困境，包括曾经被非常非常看好的越南，他也碰到经济的困境，因为越南发现他跟中国的这种连结是超出他们的一切想象的，也超出美国人的想象。所以这种情况下，定南海行为准则其实是对各方有利的。那我想回顾一下南海行为准则的一个背景，就是说这个背景其实它有一个历史的背景。从做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个历史的背景就是说中国长期的在东海跟南海之间，就是明朝的时候叫做东洋跟西洋了就是说这个东洋跟西洋的政策其实它一直是属于一个共同和平利用的一个关系，就是说中国甚至于自己他要把一些利益让出去。明朝清朝他海禁了，他把贸易利益让给别人来赚中国的钱。
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他除了对领土他有一些历史的权利之外，他不太在意他究竟赚了多少钱这件事情啊。他是有钱大家赚，有钱大家赚，从根本上又保障了明朝跟清朝的安全，他是这样算账。那这种算账，其实说后来放到南海行为准则里是这样：我们现在有领土争议，但这个领土争议先把它放到一边，大家先不要发生冲突，赚了钱再说。将来我们也可能有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啊。那么这一个主张显然跟美国希望尽快发生冲突来达成一个结论的这个目标不一样了。但是我想周边那些国家算了以后说，我没办法有结果，有结果我们就是一翻两瞪眼，我们就直接死掉了。那么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拖越久越好，我们大家一起赚钱嘛。这种心态其实背后是一个政治文化，这个政治文化呢，跟美国的政治文化是有很大差异的。对对对，因为美国是赢者通杀，是胜者全拿。对，这个从美国的商人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首富嘛，一个就是 Rockefeller 嘛，另外一个是卡内基嘛，钢铁大王，一个是石油大王。从那个时候，他们的想法就是我要把整个行业完全吃下来，所以后来才出现反托拉斯法啊。所以 trust 那种所谓托拉斯的出现，其实那就是美国整个国家它的这个商业逻辑定做底蕴。那他这个全部吃下来，他的逻辑是我要把全部钱赚到干干净净。可是你这种赚到干干净净的结果，其实长远来看，你们并没有办法持久嘛，一定会有其他力量出来反击你嘛，哪有你一家独大，没有人反抗？可是如果你各和谐共存的话，大家反而可以比较持久。所以不把所有钱赚干净，留一口饭给人家吃，这就是古老的老人家常说的话嘛，老考本行价啦，卖安内啦，有没有？这个对我们台湾话一些俚俗，其实这个也就是很多中国古代的歇后语留下来的哦。当然，我们刚才提到“一带一路”啊，就是说，其实这也是一个长远的建设啦。但西方的想法就是，你就是殖民你就侵略你就是掠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学长谈过了，只是说我们就把它给串起来，你就可以看到说，南海的使用，学长刚刚你这样讲，我就是蛮有感的不管南海或东海的使用，真的其实。中国，你来跟我朝贡，不跟你收钱，我还送你钱呢。最好你别太常来，因为你常来我很贵。是。但是有一个方法，你来就是你来少一点人，那我不用送你太多东西。但是呢，你要做生意你去吧，随便你，你要买什么还要带什么来卖都可以这你高兴就好非常有意思这是完全不同的思维逻辑这套思维逻辑，我觉得最近有个扩散的趋势为什么？刚才讲ASEAN竟然一样画葫芦跟海湾合作委员会人家说的海湾6国嘛，阿拉伯国家在中国互联网上又被称为叫白袍子君主国你看这个我们就大家老熟人MBS 在这里，印尼的总统佐科那我们都看到都有出席那这个小马可仕嘛就是这些主要领导人进行峰会这个峰会我们上次在刘炳勇老师的那一讲我们有聊过了，基本上他们就是一些经济展望然后能源投资相关，其实也可以呈现出ASEAN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跟中国的接触，其实这套模式是可以扩散。什么模式？就是一带一路模式。讲白了，其实就是合作啦，合作大于竞争的状况啦。但是美国当然芒刺在背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要推我的一带一路那最近呢，美国找了印度的富豪，他也当过印度首富阿达尼来开发斯里兰卡的首都的港口提供5.53亿的美元资金，来抑制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这次由美国国际开发技能公司 DFC 在可伦坡深水港西货柜码头提供的资金那 DFC 呢是美国的政府机构在亚洲最大的基础建设投资所以是直接美国政府的手直接伸进来那 DFC 说它在支撑斯里兰卡的经济成为区域成长整合，包括印度在内的整合非常有意思因为呢他们之前就讲说斯里兰卡去年经济崩溃之前呢大肆挥霍于中国出资的港口与高速公路建设计划，因而欠下了庞大的外债其实很有意思斯里兰卡变成了中美博弈的位置，然后美国找了谁来博弈？找了印度来博弈，但是莫迪给你一个赞，莫迪心里想的跟美国心里想一样，这会不会又是一个美国现实主义又要跌一跤的可能性呢？对，我想美国踢到铁板的几率很高，也就是说，美国在这里他做了一个非常简化的判断，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对，那他觉得既然印度是中国的敌人，那就应该是我美国的朋友。可是呢，其实印度它在国际关系里面的这种利益跟美国它重叠的程度并不高尤其是我们刚才其实看到东协的这些成员跟海湾国家的这种合作，其实我们可以用2个古代地图来去涵盖这个事件。这个古代地图，一个是表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经过的国家就是这里现在正在出席的这些人，由郑和下西洋串联起来。那么还有一个隐形的地图，就是呢，这些国家其实它是也靠印度串联起来。
印度在这些国家其实它都有移民，那当然现在它朝东南亚国家的移民，主要是它作为这个技术阶层的人士。那么在西亚地区呢，印度人一般来说是处在这个劳力的这种阶段，但是也是连接起来的，所以就是两个体系都有所重叠。那么就中国传统的国际政治体系啊，你可以把它叫做天下秩序。那印度传统的这种政治秩序，它是一种在南亚、东南亚就有的叫做曼陀罗体系，其实就是我们看那个佛教的那个坛城这样一层一层分下去的这种体系。这个体系跟中国的天下体系，其实在东南亚这个部分是有很多重叠。但是在传统的东南亚，你有没有听说过说华人跟印度裔的人跟泰米尔裔的人发生大规模冲突？没有，从来没有。大家其实是分工合作的。那么包括欧洲殖民者来了之后，他们发现很自然的跟华人、跟泰米尔人形成了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还有跟马来人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一种分工合作的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啊，其实它是超出西欧资本主义，尤其是Anglo-Saxon 的这种资本主义的思维逻辑啊，这种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思维逻辑。所以我像刚刚我听到，之前我们有讨论印度议题，也有观众对我好像是很不满，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就是印度的目前看起来，它在政治上面比较靠近美国，但是它从根本上，它的国家利益还有它的政治文化，是在我们传统东方文化的这个架构里的东西啊，它跟西欧、跟北美有非常大的差别。他们长久的这种结构性冲突啊，只能在原来我们东方的架构里面啊，去得到解决。就是说，它跟西欧的冲突，其实跟北美的冲突将会长期存在。我们说假以时日啊，其实我觉得亚洲人之间的冲突不是结构性的冲突，不是现代世界定义下的这种结构性的冲突。我们传统的智慧早有应对这种冲突的一些办法啊，这种智慧是一直都存在。之前在我自己的直播节目里面也有谈到这个事情。我说亚洲就从第一岛链来看，那个地缘冲突我怎么看怎么怪，因为我就想不透第一岛链哪里叫岛链？那东海破一个大洞，南海破一个大洞，但是为什么？因为那个是西方用海权思考，然后把它用人为地缘加上去，所以我说这个叫什么？这叫做没有干柴也没有烈火，是。但是现在有人在举火啊，当然域内有一些合作的人，所以这很有意思，这就是东方的思维嘛。是对啊，那只是说因为近代以来西方的霸权的因素，所以其实也改变了东方的一些思维，就变成有一部分人会形成一种冲突观点。但是长期来讲，我同意学长讲的，东方本来就是讲学一个字嘛，和谐。是，好不好？和谐 ，OK， 好，我觉得这个字很重要。所以最后我们就要进到中美之争是体制之战吗？好，这是2020年当时的文章，有没有？老大之争或体制之战？因为这是香港媒体写的，我觉得都不够深入。中美之争应该是主义底层逻辑差异但不是战，是一种底层逻辑差异所造成的结构性的冲突。我们最后就用这个来收尾。中国的实用主义对上美国的现实主义差别在哪？事实上，我应该把中国涂销改成亚洲似乎这个框架更大。没关系，我挖个坑，我们下次来填。但是印度那一题我跟老师聊过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老师也觉得怎么会骂他了，对不对？人家解决问题。好，老师来帮我们解围一下。先讲美国现实主义好了。美国现实主义很明确，就是说美国呢是把美国利益放在优先的地位，而且它这个现实主义呢是非常明确，就是说我对美国的盟友跟美国敌人的界定它是相对清晰的，有的时候非常清晰。那这个界定之后呢，我要看它对于美国的利益的影响有多大，我有时候会转换我的对于盟友或者敌人的或者是合作者的这种定义。只要一旦转换，他会投举国之力去推动他所做的事情。但他在他这个结构里面其实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亲疏的差异，这个是长久不变的。这种差异呢，就是把所谓他所认为的这种高级的文明跟中级的以及所谓低级的文明分开之分。所以这里面他来划分亲疏，这种阶级式的划分其实是美国现实主义里面一个他自己也没法克服的这种结构性的缺陷。所以在这个缺陷里面我们这次看到以色列的例子，就是说以色列是位在美国现实主义里面的一个核心的部分，它不能去碰触的。尽管以色列现在的胡作非为事实上伤害到了美国现实的利益，但是呢，美国已经被以色列绑架，这种情形下使得美国的现实主义本身它有时候会伤害美国的利益。那么同时呢，美国又去基于它有关文明的这样一种偏见，或者甚至于说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傲慢，这种情形下呢，
他没有办法去调整他跟其他跟有潜在合作利益的这些国家、这些区域的这种关系。比如最明显就是跟中国的关系，其实他跟俄国潜在的合作空间也非常大，但是他也没办法去调整。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这种现实主义现实有点过头了以后反而伤害到自己，或者说他就是账算得太细。他只考虑到眼前的立即的利益，他没有办法去看到长远的利益。相对之下，我们看这个中国的实用主义，中国人毫无疑问具有理想，但是也是一个实用的民族，这种传统上面一直都是实用的。那这个实用会带来一种好处，就是其实中国古代它跟非常非常崇尚精神的这些区域，比如说印度，其实他们还在意精神这件事情那么在一神教的区域，我们看他也蛮在意精神这件事情。可是中国人都要把精神落实到实用这方面去，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人一方面注重人际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在人际关系又要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层面。所以中国人其实非常在意日常生活的品质你其实中国古代它是一个道德的国家，同时也是个科技的国家这科技你可以说它有些领域到17世纪甚至于18世纪还有一些技术是领先的。那么在经济的层面呢，其实它也有这种实用。我们看到就是说，比如天下体系里它有赔钱的这一面但是这个赔钱它是为了保障更大的范围内的安定，就是国内局势的安定，还有更大区域内的安定。这种安定呢，让它可以在内部我保障可以赚更大的钱。它算大账跟小账，在大账里我还是要赚钱的。这种情形下，我们看到就是说，它造成一个结果：当西方在19世纪中期，它打破了传统的亚洲的政治秩序之后，那也打击了传统亚洲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自尊心以后，中国立刻就实用主义就来了。我叫师夷长技而以制夷。对，那个有一种东西我们就学的结果是我们其实有点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觉得太平天国跟清朝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冷兵器的冲突。对。那么左宗棠去平定西北的回民事变，它是一个冷兵器冲突，这个想象都是不对的。事实上呢，清朝去围困太平天国的这个作战，它是一种现代战争。透过挖战壕逐步推进，还地道，还使用火器的围困法围困那么像左宗棠在西北的，基本上他是用这个加特林机关枪去对付阿果伯的骑兵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这个完全是中国式实用主义。中国式实用主义那种，他很快的把一个中古的军队变成了一个近代军队，后来变成现代军队。这样一个实用主义呢，我们后来看到从清末到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强调科技跟经济，尽管他们的做法不同比如说中华民国比较多的是借鉴或者买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较强调它自主原创，建立完整产业链。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实用主义都在。那么实用主义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中国的国家实力它还是在逐步的恢复并且上升那么基于中国的人口的规模，还有逐步在推动这些事情的一个步骤，它是一直在持续的推动，没有中断过的。包括文革时期，这个也有点超出我们想象。文革时期，它的经济教育其实也还在以某种方式在持续推动当中。所以这种累积的结果，就是说让中国具有了一定的实力。我们拿这个实力去跟巴勒斯坦相比，就是说巴勒斯坦它是一个弱势的人民那是绝对值得全世界去同情乃至去支持的。可是巴勒斯坦现在缺了一个东西，它就没有实力。他们在某种实用的态度发展它的这方面做的是不够。就是说你没有实力，没有人要去支持你，支持你我们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对，我不会得到回报，我甚至也看不到结果。我就支持你是不是会成功？我很难看到成功那一天除非大家都去帮你。这个讲起来这是中国人的思维里面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疑问。所以这个实用主义不是没有用的。可是呢，我们把中国的实用主义跟美国的现实主义相比，中国的实用主义好像做得不够。除了我们看在物质的层面，它的实用好像没有那么够。跟美国相比，美国非常强调说我的经济的效益我以前非常强调说经济我这个生产它跟市场要结合。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对市场是没那么了解。那么更高的一个层面就是说，这个实用主义还涉及到一个高层的内部政治的利益、国际政治的利益。这种操作，美国那是非常厉害。那么前苏联现在俄罗斯他们也非常厉害，他们可以透过他的现实主义非常非常有效的去提升他的国家利益，甚至于他可以在不出兵的情况下就拿到很多好处。很多好处。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说，俄国跟中国的关系，俄国拿了中国几大块领土，都是趁着中国内乱的时候，根本没打仗。中国跟别的国家发生冲突，他来北京敲诈一下，你这个土地几百万平方公里
就直接拿走了。这样子从这个角度中国在这个实用主义方面我想是笨拙的。但是这种笨拙我想这中间又饱含了一个原则，跟美国现实主义的那种阶级原则相比中国的实用主义里面它其实是不太那么分阶级，它有个长期坚持的价值。这个长期坚持的价值，在传统来说就是所谓《用道图片》里面的这个理想。这个理想他继续把它延伸到后来，他去接受西方意识形态，包括我们去接受所谓自由民主的理念，以及后来去接受马克思主义。那接受了之后，就把它变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把中国传统的文化放到里面去了。这个放到里面去之后，它会把对于世界的一个看法转变成为一个我们后来看到3个世界的理论。3个世界理论后来就是对于全球的开发中国家的一个同情和支持，后来就是说现在我们讲全球南方的利益的一个连结，它其实是在中国实用主义里面一直保存一个长期的往前看，不求眼前利益，我们看未来更大的利益、更长远的利益，这样一种政治思维、政治文化的一个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中国，我们用一种简单的话说，中国人可能会吃眼前亏，但是我长远上面可能还是赚的那美国人是不吃眼前亏，对寸土不让。对，美国人不吃眼前亏，但是不吃眼前亏之后，你放长远之后就会吃亏。你这样在别人的心目当中，你的信用大概就丧失了因为我跟你一个一点都不愿意吃亏的人打交道，这个打交道经验马上就不愉快了我们放到今天的以色列就是这样，就是美国人他不要吃这个眼前亏，不要吃了以后，那么你在中东的影响力当然就丧失，而且你那个形象立刻就崩解。是，那么中国人呢，并没有去在中东，不管他是事实上有一点小的利益，或者是石油的地方吃了亏，他基本上是一静制动。这是中国实用主义里面中国哲学的一种智慧美国现实主义里面也有他整个文化基因里面的，他认为他是聪明，不太容易称作智慧的东西。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我们从现在世界的这个局势来看。即使美国的国力的衰退，其实它是有背后的这个思维的逻辑。我想更重要的是，主持人刚刚提到，其实是主义不一样。是所以我们讲底层思维逻辑有时候决定了你最终行动的成果嘛。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把这个提出来，就可以这个脉络就很清楚了。过去5年前，我们今天如果把这个节目的内容拿出来讲，人家是笑话做梦。可是美梦慢慢在实现了耶。至少对中国来讲，我们讲比如说南海行为准则你有没有想到竟然可以谈得出来那一带一路的很多的这个操作，所以我觉得今天为什么我一定要谈这个，因为西方一直以为中国对他是要争老大，跟他是要争体制。是，但为什么习近平否认当然很多人就是说他独裁者不可信怎么样？可是讲到最后奇怪，真正可信的美国好了，怎么一天到晚在点火打仗好，那一开始说俄乌之战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打到后面，大家也慢慢接受了这个说法，就是其实美国是乌克兰背后的老大。好，那以巴冲突其实根本连藏都藏不住了嘛。我们刚才开场那一张图，老祖宗跟小祖宗共轭父子抱在一起，都已经赤裸裸的呈现给你看。其实我常常觉得很有趣因为我跟学长都是学历史的人就学历史的人有一个优势就是这样了要打你脸不用借我口你看看历史吧现在正在发生的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我想这个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把所谓的中国的实用主义跟美国的现实主义所造成的结果的落差呈现给大家那确实美国一时之间它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强势，可是你可以想象曾几何时一个中东战争，美国要动用2艘甚至3艘的航空母舰来镇场，而且自己还不愿下场。这个已经是对我们过往的认知已经有所推翻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落差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关于中国实用主义 vs 美国现实主义的讨论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最后还是要请大家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然后也欢迎大家给我们超级留言，超级感谢，尤其看得过瘾或者想要什么话跟我们说都可以。然后最重要是加入会员，那我们可以做的长长久久我们最近正在对抗限流的一个状况了那我们呢今天的精彩节目就到这里，最后还有线下的赞助绿界、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给我们更多粮草，让我们做得更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吴清浩老师，学长谢谢大家。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互来座谈，我们精彩的节目呢再相见了，拜拜。